誰かと喋りたくて。花子はいいよね。何でも持ってる。因为这次的 Silent Hill 是以日本的舞台为主，跟之前粉丝习惯的设定差很多。我们一开始就在激烈的讨论哪些要素对玩家跟开发团队是必须保留的。我们发现，玩家特别重视几个核心的主题，例如主角是一个有创伤的普通人、教团的计划，还有 Silent Hill 的小镇等等。这些设定当然非常重要，不过对 Nearbards 而言， Silent Hill 的精髓更在于它独特的风格氛围。对我们来说，场景设计不是单纯的美术，而是一种叙事。它需要与剧情进展紧密搭配，去塑造当下该有的氛围。也许是不安、压迫，也许是迷惘与恐惧。所以在关卡中，我们会先定下玩家此时该属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再透过空间结构、节奏安排与迷路感，去强化当下的压力与不安。什么元素该出现，哪些细节该被润饰，这些选择都是为了让玩家走进来的每一步，能更靠近我们想营造的情境。恐怖游戏当中 ，Silent Hill 着重于营造令人不安的情绪跟恐惧氛围，即使故事背景设定在不同的地点或年代，此核心特色始终如一。而在此次的 Silent Hill F 中，融入了引人入胜的日式视觉概念，比如精致雕刻的面具下带着神秘不安感，狭窄与空旷的对比能营造出幽闭恐惧感和突如其来的孤独感。利用重复的图案、无限延伸的走廊或鸟居，能产生迷失与时间停滞的心理压力。除此之外，我们也沿用了 Silent Hill 经典的雾，它不仅限制了玩家的视野，营造出一种迷失和孤立无援的感觉，更增加了潜伏在迷雾深处的未知威胁所带来的恐惧感。至于现实与异世界的视觉转换，并非只是场景的改变，它更承载了深刻的意义和多重概念，体现了角色内心、叙事推进、游戏机制以及对现实本质的深刻探讨。另外 Silent Hill 中怪物的设计常被视为角色潜意识中的恐惧、罪恶感、社会压力及心理创伤的具体化。玩家可以透过分析这些怪物的视觉特征，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游戏的叙事和主题。我们相信这些视觉元素的融入，能为 Silent Hill F 带来更独特、更具深度的恐怖体验。美丽而令人站立是 Silent Hill F 有别于其他 Silent Hill 系列最为关键的核心概念，所以我们希望营造一种难以归类的复杂感受。当大脑同时接收到美好和危险的信号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感到排斥的拉扯，将创造出 Silent Hill F 独有的视觉体验。它并非是单纯的美丽加上单纯的恐怖，而是对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力量相互作用、渗透，在玩家的心中激发出复杂而独特的情感氛围。也可以将这种氛围理解为一种脆弱的平衡，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视觉设计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我们在视觉设计中刻意留下某些缺失的部分。美丽的事物中总暗示着潜在的危险或毁灭，而恐怖的元素则被赋予了某种诡异的吸引力，引导玩家去想象背后的故事，而想象往往会将他们带往更深层的不安。这便是我们追求的病态优雅，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精致感。总而言之，美丽又令人不安的氛围是在创造一种复杂的情感共鸣，让玩家在感受到美的同时，也隐约察觉到不安、诡异或潜在的威胁。
它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精心的融合与对比，最终目的是在玩家的心中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暗いのは嫌。一人ぼっちは嫌。开发写实风格的游戏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点，就是真实和幻想的拿捏。以开发者的角度来看，决定什么样的真实感应该要保留，哪些部分可以不要那么写实，很重要。例如，有时如果幻想的部分太多，很容易破坏代入感，影响整体游戏的氛围。但如果游戏在某些部分设计过于写实，也很容易失去游戏的乐趣和爽感。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小心地思考这个议题。在游戏设计中，场景和动作设计是两个我们这方面会特别注意的项目。在选择场景的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两个考量点：第一，对于日本文化比较不熟的玩家，需要有够特别、陌生、有趣的要素，同时也不会完全脱离玩家的想象。再来，在玩法方面，我们会在保留场景的气氛和视觉的同时，针对它调出一个符合玩法的路线。我们在构思这段场景时，我们其实列了很多可能的地点，去想什么地方能承载当时的年代感，同时又能让玩家情绪上产生一种熟悉又不安的共鸣。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学校是最适合的地点，因为它是大家最熟悉，也是代入感最强的地方，同时也是适合设计精神恐怖氛围的场景。我们后来找了几所符合年代的废校当作参考，一边考据那个年代校舍结构、布置细节，一边再配合游戏性跟剧情进行调整，像是哪些空间真的能还原，哪些空间其实得拆开重构，或是加入额外的象征性形象。在场景中，我们的美术设计师也特别为这些场景设计了很多符合学校风格的海报、学生画作，还有走廊上的合照，这些都有对应的故事碎片，还有有趣的梗隐藏在里面。如果你在玩这段时有注意到那些图画、文字等等，会发现场景本身也在诉说着龙之丘的其他故事，这些都暗示了世界观及主角周遭的人事物。有兴趣的玩家不妨多注意一下学校的场景细节。除了场景，加强游戏代入感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让角色的动作自然呈现出主角的个性与设定。对我们来说，Hinako 的动作设计最重要的条件有2点：第一，因为 Hinako 不是军人或是功夫大师，一些动作需要拍出来符合他的形象；第二，在不影响战斗的流畅感外，需要维持顺畅和素人维卡顿的感觉。在以上的2个条件下，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设计 Hinako 的动作及游戏的核心战斗系统。龙骑士老师为 Hinako 设定了非常鲜明的成长背景。他小时候经常与男孩子玩着打打杀杀的游戏，具有野孩子的韧性。他也参加过田径社，对自己的体能有自信。虽然故作坚强，反应很快，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习惯真正的战斗，因此偶尔也会露出笨拙的一面。这些设定让我们能够很快想象出 Hinako 的个性，以及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希望能让玩家透过游戏中的动作表现，也对 Hinako 的不安与紧张感感同身受。